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我早在很久之前就出过 Insta360 One RS 的视频，那个相机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震撼。而2年过去了，现在的新的全景相机发展成什么样了呢？我是很好奇啊。所以你看，这不就是最新的 Insta360 X4 吗？我们一起来开箱体验，了解一下。记得点赞收藏。那我们开始。我们来开箱一下刚刚搞到的这个 Insta360 X4 的一个套装啊。 保护壳，它是主体，隐形自拍杆，储存卡，这就是它套装里面的一个内容啊。这就是它的主体啊，和我之前那个 Insta360 是差不多的。哇，非常的精致啊，刚好是200克，这是一根 Type C 的接口。哇，这是一整块的电池啊，这是一个保护壳，背面的一个保护壳。啊，这是一根数据线，插进纸，2个保护镜片，应该是蓝点对上。 那这样相对来说就可以更大胆一点啊，保修卡、Insta360贴纸、一如既往啊，我还是比较熟悉的，因为我之前用过，硅胶的一个软套，这样就可以比较放心的放在别的地方了。然后 SD 卡，它拆卸这个 SD 卡是需要把这个电池拿出来的啊，哇，非常的愉悦。这边是一个蓝色的灯。 我们需要下载 Insta360 的 APP 激活一下。第一次开机之后，它会引导我们设置这个自定义按键。 全景相机的外观其实没啥好讲的，前后2颗大眼睛，牢固可靠的外壳。对于我个人来说，这次升级的这个可拆卸的保护镜是我觉得非常 nice 的一个设计。尽管日常携带它有硅胶套，但是毕竟全景相机就靠这2个大眼睛拍摄内容，损坏了就是不可逆的。有个方便的壳子是蛮重要的，其他方面它的机身自带10米的防水，所以你会看到在仅有的2个开口上，它多做了防水的胶圈。这是 Type C 口的，这是电池超级夸张的一整个胶圈。 所以，我们看 X4 的内部会觉得这小小的相机集成度还是蛮高的，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精致。底部靠右侧的这块小区域是 SD 卡的位置，电池有防呆设计，且安装的时候需要用一定的力气。橙色的就是安装的还不到位，需要我们把卡扣都顺利的扣上，它才会变灰。这些细节 Insta360 做了这么多代，也都非常人性化了，也难怪它是目前全景相机的唯一。而这次 X4 给我的感觉是有在认真的优化实际的拍摄体验，就比如我上面提到的保护壳，就是为了让它不那么容易坏。它的屏幕这次还来到了2.5英寸，一开机还会引导我们自己修改一下这个快捷键，这点你就体验出来了什么叫做好用。屏幕相较于之前的 RS 来说会明显跟手，而且现在不管你是如何拿这个 X4 ，UI 和显示都会根据重力的方向去调整，这点就真的是非常舒服的啊。希望微单相机在后面也可以跟上，而其他的方面我们就需要深入的去了解它的实际使用体验了。比如这个拍摄方面，本次我个人觉得画面上有几个我非常喜欢的点。第一个最大的升级就是画质的提升，这次直接就来到了8K 30帧时代。我在实际的使用里面是可以明显的感知到比之前有更多的画面细节，不仅在参数上面提升大，你在后期放大和裁剪的时候，画质方面就不需要去操心太多。第二个就是有了流畅且高帧率的 5.7K 60帧的全景体验，在后期的时候我就可以稍微慢放50%，得到一个升格画面，这点就非常棒。第3点，它不仅是一个全景相机，它还有了4K 60帧的单镜头模式，而且我在使用的时候再次感觉到了 X4 的强大，这个稳定程度真的就是非常的夸张。它现在就已经开始录制了，我们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去操心任何的事情，直接这样开录就行。这一点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啊。而说了这些升级且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点，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的呢？以我个人来说，我会用到全景相机的时候，主要是这几个方面：出去旅游、记录生活、外出骑行、自驾、拍摄摄影教程。我没有那种特别刺激的项目，应该会比较贴近大家的一个使用体验。一般我们旅行的时候会把它这个85厘米的延长杆给用上。很多人会疑惑，有的 UP 主说只有自己拍摄骑行的视频，但却看不到自拍杆的一个画面，这是因为这些 UP 都使用了 Insta360的全景相机产品，他们家是很早就支持这个功能。除了这些基础的配置，现在我有车也有自行车了，我就会用到它的语音控制。虽然喊出来有的时候会比较社死，但总比自己收起来然后按录制键会方便很多。当然，就算是社恐也不用害怕，这代还支持手势控制，就像这样，手势一比就可以控制录制了，这就挺好的，不用喊出来了。如果你刚好和我一样有自行车，那么我建议你除了拍摄一些正常的视角，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些低角度不一样的视角。
这样你拍摄出来的画面就会非常有意思，而且你拍摄的时候，不需要去操心这个构图，直接放到你想要的那个位置就行，绝对会比你想的还要哇塞。拍摄汽车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不过需要注意安全，也可以放在这里拍，也可以放这边，或者低角度拍轮胎。低速拍就 OK 啦。我个人是更喜欢把它用在旅游自拍上面。一方面这个设备很轻，就算加上这个延长杆也不重，而且除了可以记录我的主观视角，还可以帮助我后期再看一遍遗漏掉的景色，等于是花一张票的钱看无数遍，每一次都可以有新的发现，这是更接近日常普通消费者的体验。而我是个人 UP 主，也就是创作者，用它来记录是一件非常正经的事情。就比如我拍摄摄影教学，以前我拍摄这类的视频，我需要额外的用到一个手机或者相机拍摄我看到的东西，然后使用手机一边拍摄视频一边拍摄照片，这听着好像还挺难的，是不？实际上它也不简单。我需要同时关注两边的内容，以求获得不错的效果。如果我使用X4，我就可以完全解放拍摄主观视角的这一边，从而专心去看构图，拍摄之后直接去后面选取我们需要的视频内容就可以了，一点都不需要去操心有没有拍到。这是我的一个用法，我觉得非常不错。之前我也试过，就很赞。如果我们并不想拍摄全景，我们就想稍微的记录一下，后期也不会需要调整到别的视角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运动相机模式，也可以直接拍摄 4K 60帧高画质、高帧率的画面，而且不管是自拍还是拍摄前方，你都可以使用这个屏幕监看，这是别的运动相机很难实现的功能，也是它作为运动相机的一个优势。这里补充一下它的一个续航表现，它的电池是2290毫安，在拍摄 8K 30帧视频的时候，机身会有点烫。我基本上用了一个上午，陆陆续续拍摄，还有30%的电，我在赶路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放在车里充电，到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也就充满了，这点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。知道了如何拍可以拍摄出啥效果，那么我们拍好了怎么去制作呢？X4除了可以在电脑端、手机客户端自己去挑选、自己去剪辑，手机 APP 上面还有一个新的功能快剪，这个功能是直接在手机上面调用传感器，我们可以直接转动手机，从而转动视角，然后配合手指变化画面。这个体验讲真是处理全景相机视频内容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办法了。一边玩手机一边剪辑，只需要在开始的时候点击一下录制，结束之后就是一个剪辑好的画面了。这个体验是真的非常不错。当然它是快剪，精细化的程度没有那么高，但发个朋友圈啥的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如果你连这个都嫌弃太复杂，那么还有更智能的，可以直接拍完之后 AI 处理，点击 AI 取景，等待 AI 对素材进行分析，它会自动选择一些还不错的画面。当然实际的效果肯定没有那么灵动，但至少不麻烦，不是吗？我在这段时间不长不短的使用下来，去了蛮多地方，也带它拍摄了很多素材。给我感触很深的就是，我不必关心构图，不必关心参数，它可以把周围的一切都记录下来。我只需要去玩，去专注我所热爱的事情。在游玩的时候，不需要额外的分出精力。结束之后，把素材回放到电脑上面，我又可以发现很多当时我没有发现、没有注意到的点。这就是我用下来我最喜欢的一块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是觉得它的回忆功能会大于记录。不久之后，你的记忆对于这件事情可能会开始模糊。在你很久之后，你或许可以再次打开它，你才会突然的发现，原来这个时候我们曾经经历过那么多事情。不仅有前面美丽的夕阳，还有后面一直默默陪伴你的那个人。这就是全景相机的意义所在，发现那些被你忽略掉的美好。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你了解全景相机，了解Insta360X4。感谢Insta360提供他们最新的旗舰X4给我体验。从我个人的角度说了一些我的小看法、小感受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。也记得多多支持。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，欢迎留言。我是云飞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。那我们下视频再见。